我再最后告诉你啊，要干就干，你要不干就给我走人。你不要说公司过河拆桥，要怪啊就怪你自己太懒了。你说说你，那别人都在干活呢，你干嘛呢？啊，就在那里站着看呀？我要你有什么用啊？老板，这工厂开了也有10年了吧？我在这里干了10年，我真没想到你能说出这样的话。我这样说你怎么了啊？你说说，我每个月给你开3000工资，你还嫌少？能干就干，不能干走人。好呀，你老板，我看你这是过河拆桥。我一个技术人员，一个月你给我3000块钱的工资，你觉得多吗？你去外边工厂打听打听，像我这样的技术人员，哪一个工厂不是发5000、8000的？现在消费那么高，你开给我3000块钱的工资，你打发要饭的呀？你想什么呢？还5000、8000的，你干什么活了啊？那些活都有人干，你就负责跟他们说一说怎么干就行了，还拿这么高的工资，你以为你这活谁不会干呀？啊？我承认，这大批量的活是工人干的，可是你可别忘了，哪一个新款式一到货不是我第一个先做出来样衣，这其他工人才做的，要不是我，他能做得成吗？切，把自己说的这么牛啊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以为你还和以前一样吗？这做来做去不就那几个款式吗？下面的工人啊一看就会了。还有，当初我派给你2个徒弟，你以为他们去干嘛呢？啊，他们呀就是给你学技术的，你那些东西他们早就会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公司啊就是不需要你，照样运转的很好。别以为你是谁呀，地球离了你不转呀！啊，好呀你，原来你派那2个新员工是偷偷给我学技术的，现在他们学会了，你就过河拆桥，想把我赶走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告诉你，你走了，公司照开，他们2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没有你1个人多。你说说，我养你干嘛呀？啊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终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了，原来就因为这3000块钱的工资呀，没想到你的眼光看的就这么近。哪一个新款不是我带着那些工人干出来的？你以为那2个新员工在我手下学2个月，就把所有的技术都学会了？你也太天真了。你要执意这样做的话，我走也没意见。我也算给你一个教训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我后悔还给我教训，说的可真好听。把自己当什么了啊？不相信是吧？那行，我走。我出了你这家厂子，我也不会找不到工作的。我可告诉你，等我走了以后，你再请我过来的时候，你别说开我3000块钱的工资，你就是再开我6000，我也不会回来的。你可要想清楚。哟，你吓唬谁呢？啊，还请你？你想多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离开了厂子，厂子照开，地球照转，你呀，赶快走吧。行，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哼，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老板不好了！老板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大惊小怪的，这怎么了？就是前几天新来的那个新款式，那个样衣怎么都做不成。不是，那怎么会做不成呢？啊，那不是有图纸吗？我知道有图纸，可是我看了图纸之后，还是做不成。这个新款式咱们之前也没做过呀。你说说你干什么吃的呀？啊，当初怎么跟我说的？不是说什么技术都学会了吗？那怎么做不成呢？老板，你就别先说我了，你先想想办法吧。这个样衣该怎么办呀？这样衣做不成，下面的员工都闲着呢。那我不知道呀，那没样衣，那员工怎么做啊？他们会吗？你呀，赶快去研究研究去，怎么做？老板，我都研究好几天了，可是还是做不成啊。我要是能研制出来，我肯定也不会来找你了。要不，老板，你把我师傅给请回来吧。
请他？是啊，老板，我师傅在的时候，什么样款式的衣服他都能做出来。要不你还是把他请回来吧，让他看一看。别给我废话！要请啊，你去请。我一个老板，那我去求他，那我这老脸往哪搁呀？啊！不是老板，我去求他，我是什么身份啊？我怎么能求得动他呢？要不还是你去吧。我才不去呢！赶快下去想办法去，别在这烦我。我知道了，我再去试试。你说说要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！都是说好的，什么款式都会做了，结果不是可好？这才1个月，气死了！老板，刚刚张总问我们那批货什么时候能交货呀？交货，现在咱们工厂做了有多少了？现在连1/3都没做呢，而且那些新款式啊，他们说都不会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您下去吧。老板，如果咱们不按时交货的话，咱们可是要赔一大笔违约金的呀。这我都知道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，别烦我。那行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谁呀？来了，来了。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王姐，我过来看看你。进来吧。哎，坐吧。王姐，给你拿点东西。你太客气了。今天来有什么事呀？那个王姐，我今天过来啊，是请你呢，请你啊回厂子里去。什么？请我的？我没听错吧？王姐，你没听错，我这次过来啊，就是请你回去的。那个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厂子里面啊来了一个新款式，但是这些员工都不会做呀，所以啊，需要你回去给他们做个样衣，教一教他们怎么做。如果你不知道，现在厂子里面员工啊都在那闲着呢，厂子都乱成一锅粥了。不可能嘛！当初你不是说了吗？那2个徒弟什么都学会了，现在我要是带回到厂子里，那不是多余吗？哎呀，王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那怎么会多余呢？他们2个这2个月能学到什么呀？就学个皮毛而已。哎呀，你看你干这一行都干了几10年了，这什么样的款式，什么样的你都会，所以啊，这厂子还真离不开你。哎，老板，当初你赶我走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。你说厂子离了我照开，这地球离了我也照转，真没有谁离不开谁。不是，王姐，这都怪我啊！我今天啊也是来给你道歉的。哎，打住，我可受不起。你是大老板，怎么能给我一个员工来道歉呢？哎呀，什么大老板呀，王姐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我也理解你，毕竟啊，你在这公司干了有10多年了，现在我还那样说你，那个王姐，只要你能回去的话，你的工资啊，我给你翻倍，你看行不行？这厂子啊，真的是遇到困难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今天过来求你呀。老板，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。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我就说了，别说公司，你给我6000，你就是给我多少钱，我既然离开了，我都不会回去的。你还是走吧。哎，王姐，你别赶我走啊！你这我走了，我回去我这怎么交代呀？那厂子马上就要交货了，现在工人啊都在那闲着呢，他们都没办法做新衣服。哎呀，王姐，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行不行？啊，经过这件事，我也明白了，你呀是公司的老员工，并不是什么闲人。平常在公司里面，你是没干活，但是你的重要性一点不比他们少啊。那个王姐，这都是我的错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总不能看着那些员工不管，是不是？老板，也不是我说你，虽然你是老板，我也不应该这样说你。那今天我好好
给你解释解释。你以为那些技术3个月、2个月就能学会的吗？里面复杂着呢。你光看我在厂子里没干活，可是这哪一样技术不是我教的呀？是。话再说回来，不是我在乎多少公司的事，我在乎的也是你的态度。你那天说话太让我寒心了。那天啊，都是我的错。那既然你今天过来了，我在厂子里也干了10年了，我也不忍心厂子就这样倒闭下去。再说了，那些员工我在的时候，我们相处的也都很好。如果厂子倒闭了，他们也都没工作了，我也不忍心。那今天我就跟你过去，看看这原因到底出在哪里。哎，好，王姐，您能答应回去，真是太好了。这员工要知道您回去了，那肯定特别高兴。那不说了，走，我现在就去厂子里看看。行，走。